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变成骸骨了？难道是药光给失效了？当初寻到尸骨时，也验过仪容，师兄身上也穿着这个护甲，右手的小指也断了半截。当初混乱之时，也未曾分辨过。这护甲是假的。为了瞒天过海，连半截的小指也都是一模一样。可师兄当年破阵之时，确实被剑簇震断了半截指骨，可这小指却是平平斩断的。难道这不是我爹的尸骸？这是另外一个人，只是当年被错骨剥皮，活生生改造成了师兄的模样。这个术法极其残忍，因为他身上有无心怀，就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。所以山谷他根本就没有死，他得知自己的身份之后，一心想要光复南印，称霸天下，想要与朝廷合作，再与司顾门反制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坚决反对朝廷牵扯，而他追寻南印后裔之时，又被刘如卿发现，走投无路，干脆以假死脱身。他甚至还料到了你定要为他报仇，所以早早与角立桥勾结，利用他对狄飞升的执念，也就是一杯必茶，一匹雷火，让江湖这两大帮派迅速倾覆，而他却躲在暗处，坐收渔翁之利，让这万圣道迅速壮大。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阴谋。司顾门做不了他的刀，他就回来再做一把。师兄，我倒是从未看清过你。暗器很快，可惜我有护甲防身。山谷道，你果然没死。坟都让你们给刨了，分析的也丝毫不差，我也没必要再藏着了。和我梦里梦见的很像啊，已经是一个英俊十足的少年了，还有几分我当年的风采。今日你我父子相认，当好好的痛饮一番才是啊！父子，你对不起我亲生母亲的时候，又是见我体弱多病将我抛弃的时候，谎称是我舅舅的时候，你何曾念过父子亲情呢？诈死这么多年，偏偏这个时候来认亲，你到底有何局限？哼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当立宏志建伟业，你总想着小情小念的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这么多年了，天机山庄就教了你这些吗？天机山庄教我做人要坦荡，要光明磊落，而不是欺师叛友，多行不义。当年你和李相夷建立司顾门的时候，嘴里说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江湖，那你心里的宏志伟业又是什么？就是这般见不得光、躲躲藏藏、不人不鬼的样子吗？司顾门当年是人人敬仰、盛极一时，还不照样毁在了我的手里？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的李相夷，不也输在了我的手上？我的前半生在惊才绝艳的李相夷那边，谁会在意我？谁曾经看过我一眼？
可当有一天有人找到我，并告诉我，在我的身上流着南叶皇族和当朝皇族的血，我才知道了，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。你问我图谋的是什么？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潜龙游于渊，那是在积蓄力量，而现在到了龙啸于天的时刻。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，你懂吗？这万人敬仰、无人僭越的位置，终归属于我单孤刀。